美方周五宣布，所谓制裁7名香港中联办官员，并向在港美国企业发警告，妄称香港国安法下在香港的营商风险增加。继港澳办、中联办及特区政府后，外交部于周六晚作出回应称，如美方执意沿用这套伎俩，将奉陪到底。香港美国商会发表声明指出，作为国际商业中心，香港作用至关重要，是东西方贸易和资金流动的重要且活跃的推动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通过书面形式回应表示，美方炮制所谓香港商业警告，无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非法制裁多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官员，有关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中方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美方罔顾事实，无视商界呼声，企图用所谓商业警告唱衰香港，恐吓在港外国投资者，再次暴露了美方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美方的卑劣图谋绝不会得逞，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发言人强调，美方所谓制裁，充其量只是废纸一张，通过制裁向中方施压，更是痴心妄想。过去几年，中方针对美方所谓极限施压进行了坚决斗争和有力反制。如果美方执意沿用这套伎俩，我们将奉陪到底。特朗普执政时期，美方曾对数十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发起至少4轮制裁。本轮所谓制裁是拜登上台后的第2次。拜登政府本月初曾宣布，将把特朗普时期的对港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明年7月。但分析认为，美国此举主要是为了回应国内政治压力，象征意义大过实质影响。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吕翔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在涉港问题上的新一轮制裁，是美国对华政治战又向前迈进一步的体现，背后表达的是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极不友好，甚至是恶意表达，也是美国进一步在国际舆论上抹黑中国的最新举动。我们认为它是废纸一张，但是我们要反击一方面我们要对美国在涉及香港的各种错误言论方面，我们要做出回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香港建设得更好，让那些一心想摧毁香港的人知道，香港以祖国，它的前途是无量的。周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敦促美国诚实公平看待香港事宜。声明指出，很多美企在香港发展从中受惠，美方不应该以所谓商业警告威吓他们，而是考虑如何促进互惠互利关系。香港多名司局长同一天发声明，指香港国安法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批评美国政府无事生非。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重申美国政府向在香港经营的美国企业和个人发出所谓商业警告，实属荒谬和毫无理据。财经数据清晰显示，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没有因为香港国安法而有半点动摇，金融业的发展畅通兴旺，国际投资者仍热衷通过香港这个平台投资内地金融市场。而对于美国政府向在香港经营的本国企业发出的所谓商业警告，拥有1400家会员企业的香港美国商会发表声明指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仍然是东西方贸易和资金流动的重要且活跃的推动者。商会刚刚在香港中环购置新办公地点，希望以此促进对话和交流，倡导公开透明、信息自由流动、法治和良政善治。总的来看，香港的经济由于国安法的这个生效，香港的经济是向前走的。我个人在香港的体会和跟一些在港的朋友，不管是我们中国香港居民，还是一些外籍人士，我跟他们交流的结果是，他们都非常知道国安法是香港经济取得长久稳定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基石所以美国政府出台这个各种各样的所谓制裁，对我们国安法的各种各样的诋毁，应该说它无法动摇香港的这个稳定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周六下午发声明，批评美国政府无事生非、危言耸听，再次毁坏自身公信力，最终自食其果，强调国家安全才是保障香港营商环境的关键。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还回击所谓指责称，香港执法部门是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关的人士或单位的行为而采取其执法行动，与其政治立场、背景或职业无关。美国政府有关指控缺乏事实基础，纯粹是扭曲事实，欠缺可信证明。去年8月，香港国安法出台1个多月后，美国对林郑月娥、李家超、邓炳强等进行所谓制裁，但是美方的无理行径并没有让这些特区政府官员感到害怕。时任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國的所謂制裁不會對他們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的理念有任何動搖。咁至於對於我一啲嘅制裁呢，咁係可能會令到我係一啲銀行服務一啲嘅不便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嘅不便，如果相對於係要維護國家安全呢，就係微不足道。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就在美方炮製所謂商業警告、揮起制裁大棒之際，北京、香港、澳門3地以視頻連線方式舉行香港國安法實施1週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與會者掷地有聲地正告那些企圖以謬論誤導人們對香港國安法認知的美西方勢力，毫無意義的所謂制裁只能更加激起我們的憤怒和對你們的蔑視，只能不斷敲響你們在香港的代理人、反中亂港分子的末日喪鐘，只能是搬起石頭重重地砸在你們自己的腳上。美方採取任何恐嚇手段都不可能讓港獨猖獗、黑暴肆虐、攬炒橫行的舊日在香港重現，更無法阻攔香港蓬勃發展的腳步。歷史的車輪絕不會倒退，只會滾滾向前。那麼從這個林鄭、李家超到鄧炳強這些人的表態，使我們看到香港的這個管制構架中的關鍵人物的自信和底氣。那麼同時在背後，其實我們看到的也是香港廣大民眾越來越多的認同國安法對香港的這個積極意義啊，也會越來越多的參與到這個香港的管制中。除了堅決回擊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抹黑，香港特區政府執法部門還堅定執法，對近期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發表同情恐怖主義，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主動調查，日前到港大搜證。拜登政府向美国企业发出在香港营商风险警告之后，香港美国商会发布声明说，相信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仍有关键的角色可扮演。他们是向总统说不吗？我认为呢，他们在对拜登说不。香港美国商会呢，在香港经营了50多年，有1400多个会员企业，包括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高盛集团等等。那么从金融服务到法律，再到物流和房地产等各个行业，他们的声明说呀，这香港呢作为国际商业中心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知呀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风险，但是呢会抓住在这里展开业务的机会。他们认定香港仍然是东西方贸易和金融流动的重要和充满活力的促进者，强调呀这里拥有亚洲最发达的基础设施之一，拥有国际公认的商法体系，以及比许多亚洲城市更开放、更完善的数码基础设施。这些呢，都与拜登政府的所谓4项劝告呢正好相反，说明呢他们对香港充满信心。这间接地反驳了拜登政府的说法。那么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香港美国商会呢刚刚在这个中环啊购入了新的办公室，希望促进对话和交流，倡导公开透明、咨询自由流动、法治和善治。他们呢，如果他们感到香港有营商和法治的风险，怎么会在中环这样的地段，这么贵的地段呢买办公室呢？其实今年很多美国公司，比如说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都在加重在香港的运营力。这都说明呢，美国的这个金融家、企业家呢，比美国政府更深入地了解香港，感受香港。他们认为呢，在香港经商，特别呢是在处理与中国关联的业务和合作的时候，比纽约呢更具优势。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